通缉杀人凶手李少白残杀丐帮帮主乔尚周、华山掌门尤建雄、衡山掌门白树英等人，凡有知情者告知官府，赏金2万两。丐帮、华山、衡山3派暗花已经出到了10万两，我再追加30万两，你们只管抓人，生死无论。 全是。去那边找。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。好。其他人跟我来。哎。帮主。少白，跑不了。此时你已穷途末路，杀了武林盟主，你跑了，少林寺也跑不了。少白啊，乔盟主的死有些蹊跷，你跟我回去与各大门派做个交代，我保你无事。你不死，我不活。 如果人心都这么伪善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这真热闹！这是牡丹花卉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来这儿看牡丹，就赶上今年的武林大会，所以人特别多。这些武林人士可真有意思，各派管好自己的事不就行了吗？干嘛非要选什么武林盟主啊？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。这么大一个武林，没有盟主会乱的。乱了才好呢。 就要他们狗咬狗，谁赢了谁就是老大。哎，你说那个乔盟主这么大的人物，干嘛要找你查案呀？查什么啊？他还没跟我说。盟主，武林大会的现场已经7、8成了。盟主，再过3天，我一定交工。盟主，好。盟主。嗯。
你在找什么啊？刚才还是一个人，现在怎么多了一个人？哎，你快点吧，都怪你。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晚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我叫李少白。各位，我觉得比武之事大可不必。每届武林大会，各帮各派都有所损伤。为了一个武林盟主的位置，舞刀弄剑，已经违背了当初各派结盟、创办武林大会的本意。赵长老的话很有深意。创办武林大会，本意是让各派和平相处。可是不比武打擂，怎么又能选出一位武功高强、德高望重，让所有人都钦佩的武林盟主呢？比武选出的盟主，武功肯定很高。可谁又能保证他德高望重，会让所有人都钦佩啊？放眼武林，能够达到你说的条件只有3人：华山派的天剑老人，少林的慧人方丈，还有就是现任盟主丐帮帮主乔尚周。不过可惜啊，天剑老人已退隐多年，慧人方丈又身居禅院，那么唯一符合条件的就只有乔盟主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比武再选盟主啊？乔盟主的武功、品德，当然是人人敬仰。可他不是届期满了吗？之前说过，武林盟主不能连任。你就是上了擂台，又能打得过谁？尤大侠，麻雀虽小，它有张嘴呀。我们典藏派虽然不如华山强大，可也是武林一份子。我倒觉得所长们说的有道理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丐帮势力虽大，可也不能总占着盟主的位置，带头破坏规矩。听见没？还是有人赞同的。他当然赞同了，他早就想当武林盟主。不过所长们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师弟是怎么死的？看这瓷器的色泽，光鲜亮丽，一看就价值不菲，谁都想得到它。可是你把它捧在手里，又冰又冷，稍不留神掉在这地上，就会摔得粉身碎骨。李少白，你说说你的看法。在下学识浅薄，选盟主这样的大事情，实不敢插言。你不必谦虚。你是少林弟子，又是慧人大师的高徒。老夫，我想听听少林的意见。少林虽然是武林一份子，可慧人大师从不过问武林中事，何况他又是个俗家弟子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讲话？我想听。既然大家都想当盟主，
晚辈确实有一个办法，既不用比武，又公正公开，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当盟主。什么办法？抽签儿，谁抽到谁做盟主。胡闹！还口小儿！武林盟主的位置，岂能用抽签来决定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姓于的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也轮不到你做盟主。别吵了。各位对乔某的好意，我先领了。我乔某年事已高，体力大不如以前了，一心想为武林做点事情，也是力不从心了。既然各位都有所想，咱们还是按规矩办，比武定输赢。这是什么呀？本姑娘亲自熬的鸡汤。会不会太粗糙了呀？要你喝汤，又没让你吃毛。怎么样了？见到乔上周了吗？见到了。不过武林大会还没有开始，各掌门都吵起来了。我给他们提了一个抽签选帮主的意见，却没人同意。也是，人心险恶呀，抽签也能是假的。人心险恶呀。趁热喝。我不饿。喝了吧。厌了。好喝吗？好喝。我再给你盛一碗啊。喝了吧。你这是要干嘛呀？灵儿，怎么了？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。好喝，好喝，我都喝了。你看，我都喝了，我都喝了。为什么要反对比武？如果乔上周继续当盟主，那你我有自知之明，盟主这种凶险的位置不适合我。盟主之位关乎到武林各派的利益，必须要厚德仁义、威望服众的人才能担当。如果乔上周不做盟主，那整个武林
不敢想象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别人已经把刀架到脖子上了。我从不怕威胁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新发明，把它靠在墙上，把耳朵靠上去，就能听见隔壁在说什么。原来李少把你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，一点都不懒。不久的将来，他会成为非常出名的探案工具的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听问吧。我们的事儿是报应。你后悔了？没有，五大派、少林、丐帮、衡山、华山、昆仑。少林寺不干涉武林纠纷。赵永明表面上是昆仑派的长老，实际却掌管昆仑派所有的事务。不知道他站哪一边？我们俩若不帮着乔尚周，整个武林真的全乱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反正我都听你的。师傅，什么事？岳师兄和衡山的人打起来了。起来！师傅，为什么要打架？因为他该死。爷爷，他骂我们衡山的女人不正经。不争气的东西！你来了啊！他最近接触过什么人没有？没有。李少白很聪明，你小心一点。他早就已经发现了。窝囊。是窝囊，每天掩面而活，见不得光。吴哥还是百万游说赐您手机，你拒绝了。在这关键时候，我不能对不起乔帮主。你还真准备跟他们对着干？就凭我一己之力，犹如螳臂当车。我们明天就走。名字？名字还重要吗？师傅，
师傅，师傅。 关门。两个人的身上都没有伤口，更没有中毒的痕迹。盟主，只有请到一个人，才能救得了他们。谁？ 天下第一神医裘善德。裘前辈，里边请。他们二人应该是中毒而死。 裘先生，我们也检查过尸体，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。江湖之大，无奇不有，用毒的法子也是千奇百怪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问题就出在那2株牡丹上。前辈，您说这牡丹有问题？ 可否告知小辈？这是今年花卉的花魁，白的叫催泪，红的叫怨红，是花王老七用药物培育而成的。你看它比一般的花大，能使人麻痹窒息，从而产生假死状态。如果假死状态一长，就会危及人的性命。 他胡说八道，这花根本没有毒。哼，现在的小辈真是越来越无力。看来你也是用毒的高手。我师父就是天下第一毒王，莫千里。哦，原来是莫兄的高徒。不过你比你师父可是差远了。这花本身没有毒。 就是刚折断的时候，茎部的枝叶能幻化成毒气，瞬间弥漫整个房间。不过没关系，毒气早已散尽。前辈，他们2个人还能否救活？不是我不想救，实在是无能为力。 这人有假死和真死之分，假死之人虽气息全无，但魂魄俱在，5、7日之内必能救活；而真死之人3魂7魄俱散，虽华佗在世，边阙复生，也是无能为力。我看，恐怕没这么简单。 所长们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敢怀疑裘先生？别吵了！把他们2个分开埋了吧。师傅，后面马车上那个人让他进来。
前辈这儿为什么挂这么多笼子？就是装些蛇虫禽鼠。可为什么都是空的？大部分都被我开肠抛肚，摘星换胆。蛇虫禽鼠皆是生命，前辈这么做会不会太残忍了？你们佛家人确实慈悲，早地恐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兆人。佛祖不忍心老鹰挨饿，还能舍身割肉。而我就是个郎中，只知道治病救命，任何有用的法子我都得试。我总不能拿真人开刀吧？我叫邱善德，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，就是希望我的积德行善。可什么是善？什么是恶？如果一个人奄奄一息，必须开肠抛肚才能救出命。我是吃斋念佛好呢，还是拿小动物做实验，再来医治好人的命？佛说善恶是要人驱除心底的邪恶，本性向善。求前辈治病救人是善举。陈奎你知道吗？当然记得。他在开封府咬舌自尽，是我救了他，还给他安上舌头。有人说他是个恶人，杀人很多，不该救。你觉得我是对，还是错？什么牡丹花有毒，打死我都不信。1157，到底5还是7啊？一点谱都没有。什么三魂七魄不散的，中了本姑娘的毒，我看你散不散。看什么？我找李少白。出去。你以为你戴个面具就隐身了？变色龙呢？前辈的做法是对的。医者只需救人，无问善恶。看来咱俩是有话可说。您好像知道凶手是谁？什么意思？尤掌门是谨慎之人，和白掌门的事情遮掩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在武林大会的时候送他花呢？有点意思，继续说。二人都是武林中数1数2的高手，即使中毒，应该也有所察觉。他们不光死得蹊跷，还躺在一起。所以呢？所以二人是被人杀害后把尸体放到一起的，就是想挑起衡山和华山的矛盾。你刚才说了，说他们是数1数2的高手，世上能杀他们的没有几个人，而且屋内没有打斗的痕迹，他们身上也没有伤口。这就是晚辈想不明白的地方，特来向前辈请教。牡丹肯定有麻醉的作用，他们2个人肯定死于极其阴毒的武功。什么武功？桥上州的独门绝技——阴手一指禅。华山淫贼，正找你呢！老子也正要找你！
少林寺列为禁修的武功。北少林禁修，南少林不禁修。那乔尚周在入丐帮之前，早已在乐山灵云寺出家。前辈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因为我救过很多人的命，他们在临死之前，总想把自己心底的秘密告诉别人。有一天我死了，前辈不要救我。我有很多心里话，不想和别人说。我好像错过了很多好戏。有个黑衣人一直跟着你，我帮你引走了。他也是别人指使。刚才衡山和华山，我拼了一场，伤了不少人。这我想到了。乔尚周只用了一招，就制服了他们。不过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。刚才我在街上闲逛，顺手偷了个面具。面具人，你认识？之前他一直跟着我，等我找他时，他又不见了。那就对了，这是他给你的惊喜。谁？听说尤掌门和白掌门根本就不是中毒死的，哦，是被人杀死的。他们武功那么高，谁能杀得了他们？这要看跟什么人比。跟我们比，他当然算是高手。可要是比起武林前5的派，他一招都接不住。这就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现在武林的前5名，慧仁大师身居禅院，笑书生恃才自傲，不屑与武林人为伍。燕十三醉心武术，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要了，早已是半疯半傻。那掌管天下兵权的庞将军要杀个人，还用得着他自己动手吗？那您的意思是这乔掌门杀了他们？这话可是你说的。清风，要好好管管你这张嘴了。这话我可没说。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要乱猜。盟主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于掌门人多势众啊！闪开！我要见乔盟主。我家师傅这会儿不便见客。尤掌门、白掌门死得不明不白，乔尚周身为盟主却不闻不问，而现在他又躲在房间不露面。你师傅是什么意思？尤掌门和白掌门是仇人。
呸！他们相信，我可不信。于海山不是傻子，我师父不想被人打扰。乔尚周，我看你这个盟主是做到头了。秋衣明月，春色和风，山水有灵，一经之计。对子是好对子，可惜不合时宜。现在外面有人怀疑是我杀了他们。晚辈也是这么想，因为只有您能轻松杀了他二人。我为什么要杀人呢？杀了他们，挑起衡山和华山的矛盾，您再出面调解，既铲除了对手，又树立了威信。您这一石二鸟之计，可以保住武林盟主的位置。老夫我还没那么下作。您找我来查案，却什么都没说。您叫我查什么？现在有人挟持了几大派的掌门，企图控制武林大会。我们明天就走。名册呢？名册还重要吗？邱建琼、白素英的死，那仅仅是个开始。我让你帮我调查，究竟是谁在背后作梗？谁的势力可以挟持几大门派呢？夜叉门，又是夜叉门。这么说，您找我来，不是为了查案，是为了监视我。你说的没错，你和夜叉门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下一届的盟主肯定不是我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武林，你根本看不清。于某向你请教。这个于海山想当武林盟主都想疯了。以大欺小，不要脸！左掌门，你不上台试试？这可是给你师弟报仇的唯一机会。我才不跟他打呢！比武刚开始就上去跟一帮小辈儿较量，也不怕丢了自己的身份。几年不见，易掌门的武功精进不少啊！无才无德，即使做了盟主，也难以服众。还有谁要上来吗？赵长老，您不上去比试比试？左掌门，
盟主说过，这武林盟主的位置就像那个瓷瓶，说碎就碎。既然没人来，那这武林盟主局长们手够狠的呀！灵燕姑娘，你跟他很熟吗？灵燕姑娘，白掌门尸骨未寒，你衡山已无主。回去吧，我不想伤了你。多说无益，谁伤谁还说不准。一剑七识。爹，李少白的事情，以后让林氏去办吧。爹，你不准再踏进比武场一步。我是你儿子，为什么我不能做盟主？武林不是丐帮的武林，更不是我乔尚周一个人的武林。一个黄头小儿，你能知道武林盟主的责任和担当吗？您慢用。崆峒派的弟子现在可是没人管了，哎，无头苍蝇到处乱撞。是，这个灵燕的功夫还真是了得，没想到衡山还有这样的高手。可怜于掌门也是一世英雄，就这样说没就没了。这乔盟主也不出来说句话，而让一个女人当盟主，这成何体统？各位，着什么急呢？他只是打赢了今天这一场比武，这各派的高手还多着呢。再多我都等着。3天之后比武大会结束，再没人赢我，这盟主的位置就是我的。灵燕姑娘，我有一个做面具的朋友，前2天死了。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叫面具章。谁？赵姑娘，有人给李公子送样东西，他不在。给我吧。李公子起得这么早？早什么早？没人叫你转了。
对了，李公子，昨天有人给你送东西，你不在，我交给赵姑娘了。小二，叫车！我小白，小二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为师粉泽丸，宝姑娘容貌艳若桃李。老不正经。娘，是裘前辈救了你。不要紧，回去告诉莫千里，他可欠我一个人情。给个药丸就欠个人情呀？那得场币还不得欠你一辈子？回去多注意一些，千万别乱接别人的东西。裘前辈德艺双馨，很被佩服。你在找什么啊？那个盒子，你明明知道盒子里有毒，为什么还要打开？试试。是什么？牡丹就是有毒，药效也不会那么快，所以盒子一定有古怪。继续说。施毒之人把毒抹在盒子里，不管接收的人碰不碰牡丹，都会中毒。而因为你是李少白，所以为了不留线索，盒子必须会收走。所以你就以身试毒？这点毒只能伤到本姑娘3分。其实我就是想知道，你紧不紧张我？你不是认为这么做会有些愚蠢吗？愚，杠也，憨厚刚直；蠢，虫洞也，春雷响动，动物们纷纷出来找吃的。我就当你没骂过我。给我来碗鸡汤吧。好。现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。据说有一本记录着武林中不少人丑事的名册，这衡山华山派掌门的死都与其有关。道听途说，乔盟主现在在排除异己。我们会不会有危险？你连入局的资格都没有。请问哪位是天龙门的赵大侠？我就是。岳师兄，这是有人送你的东西。赵长老，赵长老。索清风，索大侠吗？是。有朋友送东西给你。我这里没朋友，不如你帮我打开这里的东西，给你了。这给他吃完药，有个半天儿就应该能醒过来了。有劳邱先生。万花楼11人中毒，救活8个，死了3个，真是犹如我一
义武旗的名声。邱先生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何必自责呀？赵长老，你醒得可够快的。我写邱先生的灵丹妙药。华山派真惨，参加一次武林大会，掌门人死了，连最有出息的大弟子也挂了。我看这事儿就跟林念有关，他那么狠毒，跟华山又有过节。你有证据吗？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中毒，就他们衡山派没事？中毒的人未必是好人，没中毒的人也不一定是凶手。只有死了的人才是清白的。你怎么总帮他说话？你能解毒吗？凶手这次用毒是挺怪异的，义武系能救活这么多人，也挺不容易了。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干什么？去趟乐山凌云寺，把这封信交给他们主持。我不去，你就是想把我赶走，自己跟那女的鬼混。我是一个和尚，有那么多清规戒律，怎么和别人鬼混？你就是个饮酒、吃肉、喝鸡汤的假和尚。今天不提鸡汤的事，我就是一个俗家弟子。这忙你爱帮就帮，不帮就再也见不到我。你威胁我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就不能走门吗？习惯了。原来和尚也谈恋爱。乐山离这儿少说也有2000多里路，你真不怕他出事吗？留在这里更危险。帮我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没有他的消息。从洛阳到开封，以及这边所有的城镇，没有他的影子。现在唯一能确定的，就是你的推断是正确的。那个被扒了人皮的，不是真的面具章。快去找义武旗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！
邱先生，你何苦自杀呀？牡丹使者捎来口信儿，说如果我再救一个，他就杀2个。我空有一身本领，却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而无能为力。邱先生心善、仁慈，老夫我十分的敬佩。可是你死喽，那还能有谁来对付这牡丹花毒啊？要我说，这武林大会就别开了。施毒的施毒，解毒的解毒，这武林大会都快成了疗毒大会了。咱们各自回家，还是由乔盟主做老大，天下也就太平了。清风，你怀疑我？天地良心，小弟怎么敢怀疑乔盟主呢？我看不妥。于帮主连命都搭进去了，不管怎样，武林大会一定要继续办下去。牡丹使者本事再大，也不可能对付整个武林。哼，整个武林。我听说天剑老人出关了，他的徒子徒孙都死了，武林浩劫在所难免呐。老人家，您是花王老七，我叫李少白。这里的花都叫人包，明年再来。买花的人您一定认得，万花楼很多人中了这种牡丹的毒。花儿有什么毒啊？毒的是人心。万花楼不是你待的地方，你回少林寺去。你好像很了解我。到底是什么人？牛黄3钱，当归4钱，甘草8钱，黄苓4钱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中了阴手一指禅，还能活命，你真算是命大。伤我的武功是铁指禅心，不是桥上周的阴手一指禅。
谁说阴手一指禅是一根手指头？也许是一巴掌。你人很聪明，就是武功，万花楼不是你待的地方，还是早点离开吧。既然乔尚周要杀我，又为何把我送到你这儿来医治呢？我没有说过乔尚周啊。找乔盟主。什么事儿？邱掌柜让我给乔盟主送药。什么药？掌柜的说是牡丹花毒的解药。这儿，你先出去吧。是师傅。无证、无息、无罪、无法，我真的看不懂。少白，竟然杀了乔盟主！我没有杀了我师父，不是，他还杀了排长和酋长，就是牡丹使者，所以他们都死于少林阴手一指禅。怪不得抓不动人，原来就在我们身边。给我师父偿命！少白，跑不了了！少白，跑不了！此时你已穷途末路。少白啊，乔盟主的死有些蹊跷，你跟我回去与各大门派做个交代，我保你无事。你不死，
我不活。如果人心都那么伪善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哎。 你懂武林吗？黄泉在南，夜叉在北，一正一邪，一邪一正。武林就是在他们两者之间的一片林。武林就是他们双方之间的缓冲地带。凡是武林中人，最后无外乎两种结果：要么成佛，要么成魔。这种平衡一直是由您来把控的。历届的武林盟主都在维护着这个平衡。现在有人要破坏它。157，157是宫里的人，他既要控制武林，又为何要救我？大夜叉为何不杀我？面具章为何假死脱身？灵燕为何要去面具店？他到底受命何人？乔小山又在哪里？又是谁在威胁尤建军？难道给大家搂一首《阴阳八卦拳》。有请新任盟主裘善德上台接掌武林大业。裘盟主心善仁慈，德高望重，虽然不会武功，却能以德服人。从此以后，武林再无纷争。裘某何德何能担此重任？既然你无德无能，就不要玷污了武林盟主的称号。赵长老。听听他们讲什么？小白，你还活着？我死了，谁来揭穿你？
我今天来，就是为了向你这位新盟主讨教讨教。我只会看方抓药，治病救人。157，你不是说你不会武功吗？157，你必须给我个交代！你怎么会我师傅的阴手一指禅？诸位，天下武功出少林，我这点皮毛功夫，只是为了活动筋骨、强身健体而已，怎么能与乔盟主相提并论呢？你确实没资格和乔盟主相提并论。台上这位新盟主，你们仰慕已久的神医，也是令你们闻风丧胆的牡丹使者。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少白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在众人面前造谣生事，诬陷于我？你看那边。龙九手里面拿的是一本记录武林各派丑闻的名册，你用这本名册要挟白掌门和尤掌门为你办事，无非还是百万游说刺阴手计。名册呢？名册还重要吗？两人不愿意受你的摆布，你就杀了他们，啊！然后嫁祸给乔帮主。他们2个人肯定死于极其阴毒的武功。什么武功？乔尚周的独门绝技。阴手一指禅，因为你跟他一样，练的都是阴手一指禅。那乔盟主是被你杀的，在座的诸位帮主亲眼所见，都可以作证。一定要死人吗？宫里是不会让我活下去的，只有我死。你才能拿到揭发义武区的铁证，也只有我死，才能激发起整个武林的愤怒，来维护武林的尊严。也只有我死，才能留住我儿子的一条性命。乔帮主，乔盟主是刺杀，是被你送去的解药逼死的。被我逼死，真是笑话！说一代堂堂盟主被我邱某逼死，天下人相信吗？他们中了牡丹花毒，我好心送去解药医治他们，难道这也是杀人的证据吗？装解药的盒子里装的是乔小山的眼睛。你抓了乔小山，挖去他的双眼。乔盟主不忍儿子再受折磨，写下遗书后就了结了自己的性命。你抓了灵燕的父亲面具章，以此要挟灵燕杀了自己的师傅，让面具章做了乔尚周的面具。自己杀人在救人，既铲除了对手，又树立了自己的威望。人面兽心，蛇蝎心肠，这些词都形容不了你的狠毒。李少白，你真是恩将仇报。那赵灵儿中了牡丹花毒，如果不是我出手相救，她能活到今天吗？灵儿是在以身试毒。为的就是揭露你的谎言。牡丹花没有毒，有毒的是装牡丹的盒子。乔盟主死后，赵有明马上出来支持你，你这个盟主就当得顺理成章，一呼百应。凭你巧舌如簧，伶牙俐齿，无凭无据，何人可以作证？
他们是谁？一个是四处避难的面具章，一个是被人绑架的乔小山。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是灵燕告诉他的。您就是面具章。没错。我还是灵燕的父亲。我收了157的利诱，帮他做了乔盟主的面具。事后寝食难安，可是没想到157怕我说出去，竟然动了杀我之心，我只有躲到这里来。这次我拼死救出乔小山，我的心里也得到一点慰藉。你还认得他吗？面具章。157，你真是蛇蝎心肠啊！面具章曾受乔盟主的恩惠，为你做完面具以后，一直心存愧疚。你担心事情败露，急着杀人灭口。他只能让自己的大徒弟易容成自己，才保住一条命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来指证你。历届的武林盟主都在维护着这个平衡。现在有人要破坏它。157，他背后一定有人操控，不是黄泉，就是夜叉。是宫里，是宫里掌握着大权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来了，大夜叉也来了，这样一来，武林大会就平衡了。我不明白。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。你收受贿赂，明抢暗夺，拉帮结派，搞得武林鸡犬不宁，不就是想当好别人的一条狗吗？李少白，你坏了我的大事。有你当盟主，你自己信吗？你知道那么多，怎么不敢全说出来？全说出来，武林还是武林吗？那就来吧。今天让你来，想跟你说几件事情。第一，我儿子还在面具章那里，等到这事情结束以后，劳烦你把他送到少林。晚辈记住了。到时候灵燕就护送你找到面具章，让他出来作证。来揭发157的勾当。揭穿157，凭我一己之力，恐怕斗不过宫里的人。大夜叉请来了天剑老人。天剑老人怎么会帮大夜叉呢？
天剑老人是在这三股势力之外之人，他不会影响平衡。这也是大夜叉的一步妙棋呀。最后一件事情，我跟你说完以后，即可誓死。有机会，你要把这事情的经过告诉林志。林志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把师傅的骨灰送去乐山凌云寺。乔盟主，武林这艘大船，除了乔盟主，还有谁能掌舵呢？师傅早有交代。其实，早在武林大会之前，新盟主的人选就已确定。为了一个武林盟主之职，真的如此大动干戈吗？师傅是想给新盟主一个干净的武林。乔盟主用性命换回了武林的尊严，赢得了整个武林。少白兄，你功不可没。林志在这儿，谢谢了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你李少白蒙前蒙后，末了什么也没得到。有这大把时间，这真金白银早就一马车了。我曾以为你是一个志向高远的青年，未曾想你也如此这般鼠目寸光。你不要叫龙九了，叫龙鼠吧。少废话。林志走了之后，有没有告诉你新的盟主是谁？不知道，不敢问。知道了，事儿就多。不问也知道，就那么几个人：少林寺会人、玉面萧书生、玲珑山庄13叶、3选1。可这3个人都没来参加武林大会。真正的大哥永远在幕后。接近一点，问你为何流泪？留恋的夜，漫长的枕边，已无解。逃离一些，远离一点，问我为何不归？虚有的罪，残留的火焰，不断在蔓延，抵制残忍的世界，冷酷无情的世界，毁了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，不必眷恋全新的世界，穿越的世界，疯狂的世界，华丽的世界，你要的世界，我爱的世界，重建的世界，完美的世界，靠近一些，接近一点，问你有蔓延。